上面這張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廣泛流傳的 AI 表情包，是不少加拿大白人用來自嘲的無奈寫照。圖中的男子一身傳統印度打扮，手中的牌子赫然寫着一行字：如果你不尊重印度文化，那麼請你滚出加拿大。俨然一副鸠占鹊巢的架勢。虽然是 P 图，但是却折射出許多加拿大白人對印度移民激增的真實焦慮。他們擔憂印度裔人口規模之大正在悄然改變，甚至威脅到加拿大原有的文化。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想要搞清楚這個問題，還要從這尊雕像說起。長得酷似孫悟空的猴神是印度教的傳統神祇，名叫哈努曼。有說法稱《西遊記》中的孫悟空形象正是受其啟發而來。不管怎麼樣，反正印度人也有猴神崇拜，你說崇拜就崇拜吧，你自己在家裡或者是教堂裡怎麼拜，只要不妨礙其他人都行。但是印度移民偏不，我们印度文化有这麼好的東西，怎麼能獨享呢？當然要介紹給全世界啦。於是多倫多附近的一個印度社區自發籌集30萬加元，約合155萬人民幣，修建了這座高16米的哈努曼神像。要說這神像修的那叫一個充滿印度風情，外人開車還沒有進入社區，遠遠就能望見它，仿佛在對外宣告你已經進入印度文化領地，簡直是一場無聲的主權宣誓。臨近的一個印度社區見狀，覺得這招實在是高明，花錢不多，效果拉滿。3個月後，他們也豎起了一尊更高的印度教神像，這一次足17米。熟悉印度的朋友應該都知道，這座神像雕的是誰吧？沒錯，就是印度教中掌管毀滅的濕婆，他是印度教3大主神之一。印度教傳說，人類誕生前，宇宙已經毀滅重建過無數次了，以維持一個動態平衡。那麼什麼時候毀滅呢？濕婆睡醒的時候。諸位看看這濕婆神像的眼睛瞪得像銅鈴一樣大，肯定是睡醒了呀。於是當地華人調侃，這是要毀滅加拿大，重建印加帝國嗎？不少白人看到後心態幾乎崩潰。這還沒完，前2座雕像都在印度社區內，影響力有限，不能充分展現印度文化對加拿大的征服。很快又冒出一個印度裔的加拿大富商，就這哥們說，要不這樣吧，我們去多倫多機場附近修一座印度神像吧。外國人飛機一落地就能看到，以為自己回到印度了 ，Welcome to India， 那味兒不就有了嗎？這才叫真正的文化輸出。有印度移民表示，提議好是好，但是在機場搞神像會不會引起加拿大白人的反感？市政府不讓怎麼辦？富商表示沒有關係，還有錢有人脈可以搞定。果然金錢開道，馬到成功。本月初，一座高18米的印度神像就在多倫多機場揭幕啦。長這樣，這個神叫羅摩，是印度傳說中的神射手，地位類似我們的後羿。你細品，神射手機場是不是有點不吉利啊？等於說以後除了印度人以外，飛多倫多的航班來一個是一個唄。開年僅9個月，印度移民已經在加拿大建了3座神像，而且一個比一個高，範圍越來越廣，大有佔領全加拿大的意思。這時候就要有人問了，加拿大人就不管管嗎？目前加拿大印度移民總數已經突破500萬，而全國人口才約4000萬，相當於每8個人中就有1個是印度裔。500萬張選票，加拿大政客敢得罪他們嗎？而且只要你反對，印度人就會給你套上種族歧視的帽子，不尊重多樣性的，用魔法打敗魔法。印度移民這套政治正確的話語實現了反向制約。近幾年，隨着印度移民的湧入，加拿大人的生活水平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下降，治安變亂，環境變差，物價變高，看個醫生要排隊好幾個月。有些華人甚至寧願買機票回國看病。我家有個親戚，深圳人，做溫飽賺了點錢，20多年前移民去了加拿大，從此杳無音信，逢年過節都不聯繫的。今年回來了，說不打算走了，加拿大的房子都賣了，帶回來一筆錢，要在國內養老。他說，其實很多在加拿大的華人，尤其是中產，過得很一般，要不是怕回來被親朋好友所恥笑，早就回來了。自己老了，對面子看得沒那麼重了。前2年有個網絡大 V 寫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全世界都在印度化》，指出全球經濟不平等加劇，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逐漸形成某種隱形的種姓結構。我想補充的是，不僅是經濟上全球出現了印度化、種姓化的趨勢，文化上更是如此。印度通過不斷地向全球輸出優秀人才，對於歐美國家發起了軟殖民或文化殖民。正如一些歐美新右翼所警告的，一場無聲的大替代正在發生，不是通過武力，而是通過人口與文化更迭。儘管主流學者多將大替代理論視為陰謀論，但是許多普通白人的切身感受是，自己的文化正在退讓，而少數族裔的文化則高調前進。2010年，加拿大只有10萬印度移民，2025年已經有500萬，如此離譜的增長速度，如果背後沒有人推動，可能實現嗎？加拿大的現狀也再次提醒我們，人口始終是最根本的競爭力。若本國人不願意生育，移民就會湧入填補。一旦文化主體性喪失，幾代之後，誰才是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？這裡是帥軍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